我去问一下。好。怎么样？这里都没有人知道安徽寺。老板，跟您打听一下，知不知道安徽寺在什么地方？老板，我问你话呢，知不知道安徽寺这附近有什么寺庙吗？滚！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说什么意思啊？你来问我这个杀猪的庙在哪？你想干什么？我问问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我是个杀猪的，天天见血，天天杀生，你怎么不去问尼姑她妓院在哪？你怎么不去找捕快，问他在哪里抢钱呢？怎么说话呢你？你怎么说话的？王雄，走了，咱们到前面看看。走。师傅何出此言？安徽寺以前有，现在早就没了。好多年前就改名了，现在叫浮屠寺。浮屠寺也是个弹丸小庙，没什么香火，好像也没什么和尚在了吧？嗨，谁还知道啊？那您知道这浮屠寺在哪儿吗？反正不近，离此地有个200-300里，在闽东靠海的地方。你往东去吧。多谢师傅。走。花青，上香。敢问大师贵法号？小僧法号渡厄。渡厄大师，在下荣天剑派掌门卓不凡，我是受菩提院首座传人之托，他有件东西留在贵宝刹。口令。谭仙那封信，我只看到了地址，没有看到口令。渡厄大师，在下的确没有口令，但我确实是按照菩提院首座之托才能找到贵宝刹，还请大师行个方便。渡厄大师，我等奔赴千里到此，必然是要拿到东西，还请大师行个方便。
你若再不言不语，那就休怪我无礼了。杀人烧庙，我也不是干不出来。给我搜！不凡，有人来了。没想到，到底还是找过来了。粗鲁！这帮江湖人真是粗鲁，见面就掐，话都不说就打，什么事不能谈的，都是生意嘛。是，方丈。地方看着实在寒酸，外面寒酸也就罢了，里面也这么寒酸，怎么看也不像藏着金山银山的地方。
你一个跟我进来。葛大兄，你们在这守着。方丈，不能把东西交给这些朝廷鹰犬。菩提传人，东西是要给菩提传人的。我才是。菩提院首座传人留下的线索在我手里。菩提传人的遗愿是要把金坛秘藏赠与同盟会，不能给这些朝廷的人。何以证明？这句是一句口令。口令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上，也不知道该怎么用，但你要牢牢记下，这是程昱再三强调的，说是一定会有用处。记住了。牢牢记住啊！记得清清楚楚。我知道口令，要得到秘藏，必须要有一句口令才行。无分贫富贵贱，众生皆将平等。请再赐教。大师，我接下来这一剑名曰剑谱，一剑6式，每式7变，对吧？那不还是一柄剑吗？你知道我荣天剑法？荣天岭的剑法过繁欠简，这个道理莫坤早就明白了。你认识我师伯？若不是莫坤也是荣天岭的人，我刚才就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请问大师刚才用的是什么功夫？南少林的功夫。我也只是学了些皮毛罢了。这南少林的功夫真有这么厉害？你的剑使得还可以，但是要比起3法印剑，井蛙不可与海。就是3法印剑。这3法印剑到底有多强？菩提院剑出，名扬天下。你想走便走，不想走就不要过这道线。过线就废你修为。一成，闯进去。等等，这老和尚功夫深不可测，我们进不去。那怎么办？就眼睁睁看着内务府的人得到线索？线索缺一不可。如今藏宝图在我们手上，就算他们拿到了里面的秘密，依旧打不开宝藏。现在充其量只是我们有对等的筹码，至于谁输谁赢，此刻还未能见分晓。方丈，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东西交给朝廷的人。伊尔根觉罗，穆青。
方丈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世间诸事早已冥冥注定，尔等今日来此，既是机缘，也是了结。方丈，打开。你读读看。吾乃菩提3代传承，吾数年来于塞北镇筑菩提院封印，数遭大内侍卫之奖，为防不测，将菩提封印匿于浮屠寺。日后如果我不能亲自来取回封印，我的传人必定会来。我会留一句口令给他，只需说出口令，封印即可奉还，无分贫富贵贱，众生皆将平等。光绪31年，吾已亲自决将彼事，遂在山西平遥设下衣冠冢，冢中留有舍利罐，将封印踪迹植入浮屠寺。此事我托付可信赖之人，请其处置密葬事宜。吾坚信，所托之人必不负所托。这张卷轴是南少林菩提院首座最后一次离开浮屠寺时留下的，留给了我的师父。既然菩提院首座的信函中说明了，要有口令的人才能够得到封印，方丈为什么要他进来？看完这封信，你怎么想？这上面的字迹有些眼熟。再好好想想。确实，之前在山西平遥打开墓穴，看到里边的布衣，我就已经知道了，南少林菩提院首座就是从小教我功夫的我的师父程昱。所以我才知道，你的名字叫伊尔根觉罗木青。回答你刚刚的问题，你知道口令，所以可以进入佛堂，获悉你应知晓的信息，而他是程昱的弟子，他的传人，所以也可以进来。方丈，你又不认得我，又怎会知晓我是程昱的弟子？难道是因为我的武功？纹身。师父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从小师父就将这个纹身留在我的身上，没想到原来还有这个用意。菩提院第3代首座程昱，一生授业教徒11人，但始终没有传承衣钵，没能定下谁才是菩提院首座的第4代传人。在圆寂前，他选出一个徒弟，希望在日后，他们能够成为自己使命的传承者。我师父是在浮屠寺里圆寂的。
我知道苏云志，就是在山西，我曾经追查过的铲子。苏云志是我的大弟子，他性格善良正直，不畏强暴，符合传人的人选。但是，因为戊戌变法后，为了掩护维新党人的逃脱，惨死于清兵之手。我这个徒弟天赋极高，武功卓绝，最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志存高远。只可惜，也是因为违心的原因，身陷囹圄。母亲啊，师父将菩提院的传承交付于你，也将这辛责和苦难一并于你。幸好你刚刚忍住没有出手，否则菩提院将再无传人。不凡，王地宝来了。卓不凡、于焕杰，大姑命案，今日终于可以了结了。了结？你知道刚才谁进去了吗？就是那个麦喜路跟谭仙在一块的那个女人，她是同盟会的人，想必在里面已经拿到了宝藏。如果这宝藏让同盟会拿到，他必然会跟大清开战。你的大清要亡了。我在，他就拿不到宝藏；我在，大清就不会有难；我在，命案凶犯就定要归案。丁副官，看好荣天岭命案凶犯卓不凡、于焕杰。大师，大脚，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。因大沽9人血案，千里追凶至此，缉拿卓不凡、于焕杰。另，因净坛密藏一案，需继续追查，以防止国家宝藏被他人盗取，危及朝廷。捕快的衣服什么时候变样了？哦，这是北洋的军服，在下因机缘巧合，又做了北洋43协的协军校。但捕快也好，北洋也好，都是朝廷的人。都应遵守朝廷的法纪。这位大师，我看卓不凡一行被阻在外，想必是您的手法。但我要进寺中秉公搜查，还请大师不要阻拦。谁过线，我废谁。
我信大师所言，卓不凡一行武功冠绝天下都没能逾越，我自然更不是对手。不过，我有枪。我就不信武功再高，高得过子弹呀！贾老兄，你不用动，让兄弟们上。你们几个过去，干动手就开枪。他妈的，老子毙了你！别动，把枪放下。把枪放下！这位大师，在下刚刚多有得罪，请不要责罚我的兄弟。谁过线，我废谁。大师，事关重大，我必须要进寺中追查。那你就往前。小罗，这和尚不是一般人。妈的，卓不凡又跑了，给老子追！就算净坛秘藏是真的，你我也得不到。文渊阁里禁书柜上的藏宝图早就被人盗走了，正是因为这起失窃，才将囚禁12年的我放出查案。被人盗走了？那份戒律封印一直在卓不凡的手中。倘若文渊阁中的戒律院封印没有被盗，你又怎么会有机会重见天日？如若你不一路追查至此，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就是菩提传人？就是这些因果交错，才有了今日的相聚。因是能生，果是所生，因果交错，皆有定数。好了，我该说的已经都说了。浮屠寺，你们不用再停留了。我该去哪儿？你是神探，我又不是。多谢方丈。刚刚方丈说，幸好我忍住了，没有出手，若不然南少林菩提院再无传人。我想知道，方丈是在吓唬我，还是真有这个本事？出家人不打诳语。你不服，这很好。做人就该有不服输的劲。这是什么功夫？南少林安禅智龙。领教了。如果是你师父陈玉，那拜的人就会是我。三法印剑你已经得到了，好好练吧，别让菩提院丢了传承。我师父在此圆寂，他的灵位在哪儿？我想去祭拜一下。